英雄联盟这个游戏有一个恐怖的 ID，FAKER。作为英雄联盟第一人，Faker 在这条传奇之路上击败了无数的对手，这些成为他背景板的对手想找他复仇的不计其数。这其中有2位最为出名，他们来自于 Faker 职业生涯最初的故事。2018年被称为 LPL 的元年，这一年 LPL 队伍第一次夺冠，火热赛事中心的主题曲 Rise MV 中的主角正是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位主人公 Ambition， 真名姜灿荣，绰号安掌门，曾经也是 LCK 数一数二的选手。那个时候韩国的联赛还叫 OGN， 在2013年全明星赛上代表韩国出战的中单选手就是 Ambition， 可以看得出他当时在韩国撸圈的地位，强大的实力也被国内的观众称为安掌门。而同年面对职业舞台首秀的 Faker，Ambition 完全不把 Faker 放在心上，于是就有了经典的一幕。在比赛中 Ambition 使用的螳螂到了6级，在塔下进化技能。螳螂进化技能呢是无法动作的，也就相当于要硬控自己几秒，当着敌人的面去进化技能是一种很自大的行为，相当于完全不把对手放在眼里。这时候 Faker 的豹女抓住了机会，趁着 Ambition 进化技能的这段时间将其单杀。而此后 Faker 的故事，相信许多老观众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双节之战夺得全球总决赛的冠军，不死大魔王。Faker 的职业生涯扶摇直上，而大魔王故事的开始就起始于 Ambition 这只自大的螳螂。这次事件似乎成了 Ambition 人生的拐点，也成为了他心里一道跨不过去的坎。代表韩国在全明星赛上大放异彩的安掌门，却变成了 Faker 人生的背景板。所有人都在嘲笑着他那只塔下进化的螳螂，负面的情绪一直纠缠着他，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心魔。曾经如日中天的安掌门，也在赛场上失去了昔日的光辉。随着战队赛制的改革，2015年，安掌门转型到了打野位。这一决策或许是因为战队的需要，也或许是因为 Ambition 想要换一个环境，尝试去改变心态。毕竟，作为中单的 Ambition 已经被困在了那场螳螂对阵豹女的比赛中。时间来到2017年 S7 全球总决赛的决赛赛场，多年前的螳螂和豹女再次相遇，效力于 SSG 的 Ambition 将再次面对 SKT 的大魔王 Faker。时过境迁，曾经被自己小看的对手，如今已是英雄联盟第一人，有着数不尽的头衔。而自己却被心魔困扰，甚至转到了打野位置。即便如此，也没有办法摆脱这个魔王。如今两人再次相遇，是在全球总决赛的最终赛场上。如果 Ambition 再一次落败在 Faker 手上的话呢，估计他是一定会道心破碎了，恐怕这辈子脸上都是一副落寞的表情了。而这一次比赛并不是多年前故事的延续，而是另一个传奇的开始。多年的阴霾磨平了 Ambition 的棱角，但却没有磨平他的意志。不再年轻的年纪，也没有成为他状态下滑的借口，反而岁月的沉淀加强了他赛场的经验。转到了打野位置的 Ambition， 仿佛找回了曾经年轻的自己。而打野位需要对整体局势的判断，更锻炼了他赛场上的大局观。虽然找回了年轻的自己， Ambition 却没有再犯年轻时候的错误。他不再轻敌，全力以赴。他在赛场上的表现，仿佛他从出道就是一个打野选手一般。他的熟练度，他的意识，绝对是全球范围内的顶尖打野选手之一，甚至都找不出几个能和他媲美的同位选手。最终 SSG 3-0战胜了 SKT， 夺得了 S7 全球总决赛的奖杯。而 Ambition 在场上的表现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记得那几年 Ambition 的脸上是早就已经没有了嚣张的表情，甚至连笑容都很少见了。但在这次成功复仇 Faker 战胜自己多年的心魔之后， Ambition 是真的肉眼可见的笑容变多了。安掌门在夺冠第2年就宣布退役，在家里做起了主播，和相恋4年的女友完婚，战胜多年的心魔，完成复仇，事业上夺得冠军，和相爱的人长相厮守。Ambition 已经完全是人生赢家了，所以他现在能够发自内心的笑出来，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另外一个传奇的开始是什么呢？就是安掌门在这次成功复仇 Faker 夺冠以后，他就成了头号客吹，他变成了头号 Faker 粉丝。任何人只要跟他聊到英雄联盟的话题，或者是聊到 Faker， 他会马上问你问题。那我问你，你知道 Faker 职业生涯的首杀是谁吗？他会非常骄傲自豪的大声告诉他，是我 Ambition 思密达，仿佛曾经笼罩他的阴霾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曾经让他觉得痛苦的心魔，现在变成了他最骄傲自豪的话题。你可以不知道他曾经代表韩国出战全明星赛，你也可以不知道他是 S7 全球总决赛的冠军打野，但是你必须得知道他是 Faker 职业生涯的首杀。用他的经典话语来说， Faker 以后的100杀、1000杀、10000杀都不会有人记得住，但是 Faker 的首杀所有人都会记住，那个人就是我 Ambition 思密达。安掌门在战胜 Faker 夺冠以后啊，整个人都完全变得不一样，人生仿佛每天都充满了快乐。曾经的他有多沉闷，现在的他就有多阳光。他会因为 Faker 在镜头前对他使用尊称而兴奋地跳起来，也会在上床睡觉后看到 Faker 要组团玩游戏，赶紧爬起来开电脑加入，甚至撒娇让 Faker 叫他一声哥。
以前 Faker 是他的心魔，现在他巴不得找根铁链把自己跟 Faker 绑在一起。他自己都说，他就是趴在李湘河背上的一只最大的蚊子，恨不得拿一根粗吸管插到 Faker 身上去吸。安掌门的职业生涯，他夺冠后的前后转变，真的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搜索他的相关视频。曾经有着掌门绰号的传奇选手，现在又多了一个谐星的身份。作为万年大反派的 Faker， 想找他复仇的人很多，但真正意义上复仇成功的，目前就只有 Ambition 一个。今天要说的另外一位，也是 Faker 最著名的背景板。我们先来看一段经典的录像 ，Faker may be in trouble。Even though I only have a mat on the floor, I think he's in the bed. Oh, Faker may be in trouble here. Deathmark tries to clean it up for Ryu. Oh, look at the cleanse, look at the moves. Faker, what was that? Faker with a huge play. 在英雄联盟里有这么一句话，没有人会记得第二名，除非他是 Ryu。Ryu 就是经典双节之战里那个被 Faker 反杀的白衣杰。大家习惯称呼他为月轮，但他的名字还真不叫月轮，只是长得比较像国内的导演王岳伦，才有了这个绰号。他的真名音译过来应该是柳相玉。Ambition 跟 RYU 两个人，一个在 Faker 出道第一场，一个在 Faker 出道那年联赛的最后一场，一前一后，一头一尾，两个算是 OGN 当代最强的中单选手都栽在了 Faker 手上，贡献了两个著名的名场面，成为了 Faker 的背景板。你们搁这写小说是吧？还首尾呼应上了，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双节之战的失败对 RYU 打击很大，本来天才中单杀手这个称号是在他头上的，结果被一个刚出道的新人完全剥夺，而且还是在盲选局，双方选的是同一个英雄，对方还在你塔下让了你半血，还把你反杀了，你想找个角度找个借口都没法找。比起Ambition塔下进化的螳螂，双节之战的名声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出圈程度之夸张，被誉为电竞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名场面之一，到了今时今日都依然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象一下，如果换成是屏幕前的你，在全世界如此聒噪的嘲笑声中，你还能顶住这样的压力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吗？2015年，或许是因为压力实在太大 ，RYU 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韩国，彻底改变自己周遭的环境，转到了欧洲赛区，来到 H2K 效力。RYU 毕竟也曾是韩国数一数二的中单选手，所以他来到了欧美赛区也是属于顶级中单级别。S5和 S6 都率队伍进入了 S 赛，有着不俗的表现。可以看出，他虽然深受双节之战的影响，但也并不至于完全道心破碎、泯然众人，还能继续坚持在赛场上发挥自己的光芒。他的内心一定足够强大。之后 ，RYU 又转到了北美赛区，先后加入 Phoenix One 和100T 战队，还和 SKT 出走的棒变成了队友。但英雄联盟欧美赛区的平均水平比起亚洲赛区来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在全球性质的世界赛舞台上，欧美赛区的队伍很难取得好成绩。兜兜转转几年后 ，RYU 在2018年决定退役。虽然在2019年短暂的回归了赛场，但最终还是彻底转型做起了教练。不知道该说这就是命运的使然，还是他真的就运气不好。因为双节之战的名场面压力使得他远走他乡，而欧美赛区的平均水平又略差一档，距离他实现复仇 Faker 的愿景只会变得更加遥远。或许他只是想远离周遭异样的眼光，是否能够复仇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本来也是一名天才中单，但因为那一场双节之战，世人大多只记得他失败的模样。有趣的是，在2020年 RYU 即将去服兵役，而一位老朋友给他送来了祝福。요즘 뭐 하고 지내시나요? 저 그냥 군대 기다리면서 쉬고 있습니다. 曾经的对手双节之战的两位主角，如今再一次展开厮杀，现场狂风呼啸，雷电交加，将会是怎样的一场腥风血雨？开个玩笑，现场的气氛当然没有这么紧张，应该是不想让 RYU 继续带着遗憾，背负着不甘。借着他服兵役的这个契机，让 Faker 和他录了一场视频，解开他多年的心结。这一次相会，两人再次使用了劫进行1v1对战 ，Faker 也是不出意外的输给了 RYU。잘하시네. 죽였다. 수고하셨습니다. 기분 좋게 들어갈 수 있겠어요. 从 RYU 脸上获胜的笑容也能看出来，这次和 Faker 的再次相遇，确实让他心里释怀了不少。RYU 似乎也很健谈，两个人聊了许多。他表示本来要去服兵役心情很复杂，但是现在赢了 Faker 呢，又感觉心里轻松了许多，可以心情愉悦的去上战场了，没有后顾牵挂了，属于是。最后两人互道了祝福，表示以后都会为对方应援。
RYU 心里是否真的能放下对双节之战的执念，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再一次的双节1v1，无论真假，他取得了胜利。这一次和 Faker 的相聚，确实让他心里释怀了不少。到了23年世界赛的时期，RYU 也是礼尚往来，录了个视频为 Faker 加油。人非圣贤，谁能保证自己永远战无不胜呢？我们总会遇到无论如何都跨不过去的坎。与其在这些坎上纠结一生，郁郁寡欢一辈子，不如放下执念。既然无法改变，那不如换一条道路，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RYU 在服完兵役后加入了 LSB 战队，现在已经改名为 BFX 战队，担任教练。这支战队本身能力不是太强，但他在担任教练期间展现出了个人出色的执教能力，甚至在25年亚洲邀请赛上夺得了冠军。在2015世界赛结束后 ，RYU 被 Genji 相中，和 Genji 签下了长达3年的合约。什么 ？RYU 加 Genji？ 说好的放下执念呢？反 T1 装甲再次启动，这一次一定要打败对面那个瓜皮中单。前些日子有媒体对加入了 Genji 的 RYU 进行采访，问到了他对双节之战的看法。他现在表示已经完全不介意了，甚至因为这些事被大家记住呢，感觉挺有趣。或许他现在的想法也跟 Ambition 一样了，自己能成为联盟第一人 Faker 传奇故事中的一份子，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在英雄联盟的赛场上 ，Faker 的传奇还在继续，而 RYU 的故事也并没有结束。现在的他作为主教练，加入了 Genji 这个 T1 最强大的对手，以另外一种形式活跃在英雄联盟的舞台上。曾经的2个节在赛场上又将以不同的身份再次相遇，一决高下。光是想一想就很期待他们将来的对决，又是一场场宿命感拉满的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就是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变得跟 Ambition 一样。一旦聊到英雄联盟的话题，就要问别人问题。那我问你，你知道双节之战里那个被反杀的杰是谁吗？是我RYU思密达。哎 ，Ambition 快过来看，这有个跟你一样的变态。这些成为 Faker 背景版的选手是不幸的，但同时也是幸运的。背景板上最出名的 RYU 双节之战就像是在他的人生中掀起了一场地震，即便地震过后地面上也布满了裂痕，而他还能够继续在英雄联盟赛事上坚持这么多年，现在又有了机会换一种形式再次面对 Faker， 无论以后成功还是失败，他这颗坚韧的内心都值得赞赏。而 Ambition 没有因为挫折而气馁，接受失败，勇于变革，长期保持对职业的专注，最终完成了自我超越，从万军丛中杀出，成为了传奇之下的另一个传奇。至此，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变态，哦不对，是多了一个有趣的主播。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Goodbye， 拜的 good。